开始纯粹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各种西洋香草，因为有很多香草，它们的气味都非常的迷人，而且也各有各的特色。然后香草对于我们的身心也有一些不一样的疗愈跟效果。再来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亲人有一些长期的身心状况，我很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是来自于大自然，然后可以免除西药的方式来帮助我的家人恢复健康上面的平衡。所以呢，从2019年我就开始了我的香草人生。我除了有自己读书摸索，然后有研究网络上面的资料，也有去上一些线上课程，然后加入一些香草社团来扩充我的香草知识之外呢，我也连续4个月，每个礼拜去中兴大学进修香草芳疗的课，实际去接触各种香草的不同的种植特性，还有他们在芳疗上面的运用。那除了那些专业的领域知识之外，我相信自己亲身实证来获得的第一手经验才是更加真实有效的知识。所以我就开始把台湾所有能买到的香草苗全部都买来亲自种过一轮，然后随着时间慢慢筛选出在我的农园环境里适应的最好、长得最健康的香草，然后再把这些适应的最好的香草呢，全部都再各买一批苗，一颗一颗定植在我的农园里。然后因为我完全不用农药来除虫，我也不用化学肥料来强迫植物长大，全部的香草都是在自然环境中吸收阳光、空气、雨水，完全顺其自然的茁壮长大的。然后杂草也是全部都是自己人工拔草，所以光是种植跟拔草所花费的时间还有人力就很难估算了。话说回来，我花费那么多的心力跟成本来种出这些能量纯净的香草，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吗？老实说，我还真的是没有目的。我从2019年到现在6年，一路走来，其实我都没有很明确的去设定我种香草这件事是要做出什么。我只有一个大方向在走，就是我想确认跟香草在一起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事。我只是喜欢享受种植香草的过程，看着它们随着四季不同的生长状态，然后我希望它们都长得很健康，也长得很好。除此之外，我还真的没有想过做这件事情是有需要什么理由。那除了种植之外，其他的每一件事情我也都全部亲身实证。假如我有想要做出什么，我一定是自己用过、体会过，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甚至有感受到疗愈这件事情真的在发生，我才会开始思考是不是要把这些成果做成商品。所以我从来都不是为了一个商业目标而去开发商品，而是真心想要把我亲身体会、值得分享的东西传递出去，才会开始思考要怎么建立品牌，要怎么打开销售通路，这些对我来讲是更加陌生的探索。也因为这样，这条路我是真的走了很久，因为我不是像大部分的商家是进货之后，然后把它包装成商品就可以出货。对我来讲，每一株香草从第一天开始在我的农园慢慢长大，到最后变成一个香草的产品，这中间到底投入了多少的成本，我就真的没办法算得清楚了。所以我都大概是看别人怎么定价，我就差不多那样卖。我也知道这样子是没办法反映我的成本，但也就没有再去想那么多了。那回归正题，香草对我来讲最直觉的用法就是直接从植株上面捡来泡茶。我发现新鲜的香草泡茶真的是超级的迷人好喝，但是新鲜的香草茶，你除非是开咖啡店或是茶饮店，你很难在网络上面卖给人家喝啊。所以我就开始把香草采收下来，做下一步的干燥实验，然后喝看看是不是跟新鲜的香草茶一样好喝呢？结果发现干燥香草泡茶虽然是少了新鲜香草那种非常浓郁的口感，
但是在香气上面还是十分充沛、十分优雅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干燥过程，我也都很用心在照顾，我会让它们保持适度的阳光、正确的湿度，还有绝对的干净程度，最后再很妥善的保存。所以我的干燥香草泡茶呢，是真的十分好喝，甚至比新鲜的还要更耐喝。我每天都会冲泡1大壶的香草茶，有时候我刚好出门忘记喝，或是没有喝完，常常就算放了2天，也完全没有减少它的口感跟香气。确认有通过我自己这一关之后呢，我就开始思考，除了自己喝、家人喝之外呢，如果自己是对于茶包加工是一窍不通，那要怎么样能够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也能够享受到这个香草花茶的美好呢？所以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去寻找厂商，然后询问这个茶包代工，然后也实际去了解茶包制作的仪器，一直在左思右想要不要买一个机器来做加工生产，但是最后都发现，以我香草种植的速度跟产量来讲，加上我一点都不会行销，这样子根本就很不实际也不可行啊。所以最后还是回到我的自己的手工，一包一包的慢慢包。也换句话说，就是完全家庭式的做法啦。整个手做过程都很像一个慈爱的妈妈亲手种香草，然后采收，然后阴干，然后在家里的防潮箱里面很干净的保存，然后一个一个的茶包袋的封装香草茶包。整个手做过程呢，跟我用的包材都是给自己家里的孩子喝，也是绝对安心的标准在做这件事情。目前为止有买过喝过的客人，大部分都会私讯跟我说，他们跟朋友都很喜欢，有一些也会公开给好评。我就遇过很少数在虾皮的客人，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小价竞争的市场，一开始会用比较廉价的观点来认为一个茶包应该有的价钱，但是在我耐心的解释之后，他们就愿意敞开心来感受我自己种的香草。其实我的茶包不是只有在容量上面饱满很多，在品质上面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逐渐觉得有必要来拍个影片，让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了解，并不是所有的茶包都是工厂量产的那种扁扁的，或者是用较低成本的。那在种植的过程也有可能受到污染的一些外来香草来大量加工的制式茶包。很多消费者都不太清楚茶包内容有什么差别，反正喝起来好喝就好了，甚至有时候会以为有加了香精或是调味的茶是香草真正的味道，所以就莫名其妙喝了对身体有害的茶而不自知。市售的花茶包有很多都不是台湾本地产的，那就算是本地产的，无毒或是有机种植的成本很高，所以也会相对的比较少或者是比较贵。更不用说，如果是从种植到采收到干燥到茶包的制作，全程都是在一个在地农园内零距离生产完成，而且是从头到尾都是由一个有精心修为的园主，也就是我本人亲自种植到手工制作完成，这当然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因为这样的花茶在能量跟品质上面都是十分纯净的，能够买到喝到的朋友一定都可以绝对的安心。除此之外，市售的花草茶包也比较少有原叶的香草跟整朵的花瓣，因为工厂生产线通常要加工破碎到类似粉末的程度，才能量产出规格化的茶包，所以在香气上面一定会受到减损。我很常看到市售的花茶包，甚至有很大品牌的，为了增加口感跟味道，通常会在茶包内添加果糖、糊精，甚至防腐剂等，不小心就让消费者把这些不必要的负担都喝进身体里了。相较于我的农园生产的100%原叶的香草茶包，除了自己种的香草跟花瓣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而且我都是收到订单之后，才从我的防潮箱里面取出指定的香草，
然后静静的手工制作茶包，所以客人收到几乎都等于是现做的。而且呢，茶包的这个芳香甘醇的这个味道，完全都是来自于茶包上面有清楚标示的几种香草，没有掺杂任何其他的东西或是调味，也不需要添加物，因为无毒的芳香植物本来就是那么顺口好喝了。从我开始手做茶包之后，我们家每天都会冲泡一大壶的花茶来当开水喝。我们的花草茶就算凉了，也是一样的甘甜。像我们家的女儿已经很少再买手摇饮，顶多偶尔她会自己煮珍珠加进香草茶里面，喝起来也完全不输连锁茶饮店一杯可能要60-70块的茶，而且我们一个茶包就可以泡成好几杯的茶饮，其实真的是很划算。前阵子常常有客人私下询问我说，能不能借由改喝天然无毒的花茶来帮助家里的孩子戒掉手摇饮？那刚好最近，我在Pinkoi的客人就在卖场主动回馈好评，说喝了我们家的香草茶，真的有减低他们买饮料的欲望，也成功帮助他们戒除喝手摇的习惯。当我听到客人因为我的香草茶而越来越健康，然后朝向天然的饮食，这样的回馈真的让我感觉一切的努力都很值得了。我自己也一直感受到大自然无限的疗愈力，真的可以让人获得一种内在的平安幸福。所以我最后的心得就是，好茶除了解身渴，也同时会满足我们的心灵。我很高兴我在做的一件事情是自己充满热忱，我的家人因此得到疗愈，也能帮助到有缘的朋友们，让更多的人身心受益的一件好事。